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继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这个 sentence correction 句子改错的解题流程。好，之后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这个 CR， 好，就是批判式逻辑这个题型的解题流程 critical reasoning。好，来，那我们解题流程我们先来很快的过一遍。好，首先我们第一个是界定唯一的命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是去混用这三种策略。如果是跟人或动物或组织决策有关的，我们会用代入法。好。如果是跟数量程度变化或者是流程有关的，我们会用 MECE 或者是用垂直好回溯法。那如果今天是前两者都不能用，好，或者是论点看似合理的，或者是这个论点看似就是很武断的，我们就会直接怎么样呢？会使用回溯找断桥法。OK， 好，那这边两个是什么？是先用这两个方法，用代入法或者是用 MECE vertical reasoning 回溯流程，我们可以去抓到3到4个断点。但如果今天是用这个所谓的断桥法，我们可能最多只能抓到1个断点。好，但 anyway， 你一定要把那个破题点抓出来，才能往下看选项。好，那么等我们把这个破题点抓出来之后呢，我们第一轮就是什么？就是直接先删去明显无关的，好，跟命题明显无关的，以及什么呢？以及就是态度方向明显是相反的，好，比如说问削弱给加强的，好，然后呢，第二轮在检查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怎么样检验论证过程中是不是已经被依考量因素所提到了。再来就是重新厘清好选项与命题之间的关系的远近，谁是这个断点较多，谁是断点较少的。然后最后是判断相对逻辑的这个强度，好，谁的这个语气是比较重的，谁的这个程度是比较全面的这样的概念。好，这是我们就是顺过来一个解题流程。那我们现在来看细节，那我们来先看这几步怎么实操这样子。好，来，首先第一个。我的习惯是先阅读那个问题，就是 which of the following 那个地方，我先知道我的立场要敢报什么样立场。好，比如说先知道削弱，先知道加强。我的习惯是先读这个问题。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去看文章。好，回去看文章，看完之后，我们最后要抓到结论嘛？我相信大家都会抓结论这件事情。但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只是抓到结论就结束了，我们还要去分析结论里面哪一个是真的这篇文章里面作者推论所在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到底是因果找原因好，还是说判断找未来的这个结果好，还是 attribution 还是 prediction 好，还是什么？还是目的手段里面讨论目的是否达成？好，我们知道论点可以分成3种。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所谓的 attribution， 就是他给你一个现在的事实，你去找过去的原因。好，然后呢，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叫做叫 prediction， 就是给你一个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未来会因此发生什么事情？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是所谓的就是 policy， 好 purpose。这种时候，我们重点不是放在方法能不能用，我们会放在手段，目的能不能被达到这样子。好，所以这3种，你要确定它的命题，你不能把一整套逻辑链，不能把一整套故事带进选项里面。OK， 你要做的事情是把整个文章化简成唯一的那个到底是否成立的命题。OK， 好。这个命题基本上如果是因果的话，好，我们就在讨论说到底什么是这个现象的原因，好，到底原因是不是这个，这叫命题。OK， 好，那如果是判断也就是推测类型的话，我们讨论的是结果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概念。那如果是目的手段的话，我们讨论的是目的会不会达到。好，所以等于说我们所有的文章我们都要把它化成某一个单一因素是不是成立。OK， 比如说利润会不会下降，比如说好，成本是不是上升？好，比如说人会不会感到拥挤？比如说人们会不会认为40岁就算老？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每一个都要画成一个是不是会不会 ？OK， 好，把这个命题抓出来。好，那抓到命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好，在看选项之前就要开始来混用策略。OK， 好，注意哦。如果你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你绝对不能去看选项。如果你还没有去想到可能的破题点的话，绝对不能去看选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跟刚刚的 SC 一样，就是说你在做题目的时候，会建议你先把5个选项折起来，再单纯针对这个文章好，还有这个问题去想可能的方向。OK， 好，想的方式有几个。第一个，如果这个文章的命题跟人是有关的，比如说他可能讲的是这个政策会不会普及？好，或者是这个便民政策会不会就是普及这样子？好，比如说他跟你讲的是今天好，能不能吸引消费者？好，比如他跟你讲的是今天人们会不会改骑脚踏车？OK， 好，
跟人有关系的，或者譬如说跟企业组织的决策有关系的，好，或者是跟譬如甚至动物的行为有关系的，你都可以把自己带进去，去想，如果我是那个人，我是消费者，如果我是好企业家，如果我是那个动物的话，我会考虑什么？我会怎么做？这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想到断点，不要把自己放在他者来思考。好，那再来就是，如果是跟数量程度的变化有关的话，好，比如说他最后跟你讲说人口的增减，他最后跟你讲说这个利润的上升下降，这个时候我们使用我们在课堂上讲过的 MECE 法，把它所有的第一层因素全部做拆解，做穷举 breakdown。OK， 好，然后再来呢，第三种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故事它是一个有流程的、有多重推论或者时间跨度长的事件，比如说他可能跟你讲了1970、1980、1990，比如他跟你讲说像食物链跟生态系，好，跟考古学一样，他可能今天说过去发掘了什么，好 A 文物，然后呢过去在某个时代又有 B 文化这样子，所以 A 文物属于 B 文化，像这种有时间跨度的，好，或者我们刚刚讲食物链，比如说可能有什么有天敌会吃某个生物 B，好，然后 B 跟某个生物 C 又是竞争者，这种所谓的时间跨度长、有流程的多重推论的事件，好，或者有一种题目叫什么叫生态系，什么意思？不是生态系，就是叫做生物体内的这个作用，比如说今天有抗体会杀细菌，然后呢又有一个药物可以抵抗抗体，好，这种东西我们都会把它归类成这个地方。OK，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请你一定要立刻重读一次，把逻辑链写出来。OK， 好，在绝大部分的题目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写逻辑链的，那是因为绝大部分的题目其实只有单条逻辑，只有两个点一条线，好，比如说一因一果。但是在我们刚刚讲这些特殊的题目，考古学、食物链，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生物体内的这个就是生物科技，不是生物科技啊，就是生物体内的这个现象。OK， 好。或者是你明显看得出有流程、时间跨度长的文章叙述。当你任何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请你立刻中断，回去重读一次。在重读的时候，开始在纸上画上逻辑链，因为这里面出现的主角肯定很多，肯定会有3到4个以上。如果你不画链的话，空想很容易被混淆。OK， 好，画完链之后就开始从结论回去想每一个环节，去想每一个环节是必然的吗？有没有可能有断点可以质疑？好，这就是我们说的 vertical thinking。好，那再来，如果你发现前面这3个方法都不能用，好，这种时候通常是3种特色。第一种是论点看起来相当完整，感觉非常合理，连你自己都被说服了。OK。第二种是论点武断或怪异，觉得它也太莫名其妙了吧？突然最后推出这个结论，好，这叫论点武断或怪异。好，简单来说就是什么无从下手的意思。好，要么是论点很完整，要么是论点非常武断，你会觉得好像无从下手。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去把结论里面跟前面 premise 比较一下，去把结论突然冒出来的新概念把它抓起来，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往回去推，去想说这个新概念，谁说这个新概念等于前面所讲的 premise，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推。好，任何你觉得不能直接成立的，不能就是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个就是断点，好，都可以被我们当做什么，就是破题的点。好，就是用谁说 A 等于 B 这种语气，好，问自己这个地方真的成立吗？有没有可能有例外的状况？例外状况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很快找到那个唯一的断点。OK， 好，那要记住哦，如果今天是用前面这几个方法的话，会建议你尽量想3到4个。OK，好，不要只想一个，因为只想一个很有可能会5个选项会落空。好，但如果是这种第4种，就是论点完整或武断怪异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想到一个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像这种论点完整或武断或怪异，通常都是它的那个逻辑链其实就是很明确。OK， 很明确。你只要能够把那个唯一的断点找到，唯一的最明显的地方找到，其实上怎么样呢？好，答案就是那个了啦。OK， 好，所以对于前3种会建议你想3到4个，对于最后这一种会建议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就是这种无从下手的题目的时候，我们抓到最明显的那一个就可以了。OK， 好，来，那就是最切记是什么都不想。那有些同学说，哎 ，Dustin， 我可以想到3到4个以上，好，比如说我可以想到5到6个，可不可以呢？好，或者是7到8个、9到10个，可不可以呢？但是我这时候注意要提醒你，如果你发现你可以想到7到8个以上的话，代表一件事情，有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什么？第一个可能是你的命题抓得太广泛了，命题抓得太模糊了，所以导致你后面的思考太发散，这样是不好的。OK， 好，所以我会建议你去重看一次命题，好，把命题确定一下你读到具体的命题是什么。比如说，不是只是这间公司好，而是这间公司的利润要成长。OK， 如果你命题模糊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想到7到8个以上。好，第二种可能就是什么？就是
你想的太细了，你可以把它化约。比如说，你如果讲说人们要怎么促进健康，你可能会想到说，哦，今天健康可能是污染也有关系，卫生也有关系，粮食也有关系，基因也有关系，好，或者是什么人际关系也有关系。如果你想到好，就是7到8个的话，代表你想的太细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化约一下，就是什么？嘿，简单来说就是对健康有利的因素要存在，对健康不利的因素要去除，这样的概念。OK，那你会说 Dustin 为什么今天这个界限是3到4个呢？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界限就是人类在1分45秒之内能够思考的这个界限。OK，就算是外国人，他如果今天列了7到8个因素，他一样没办法在1分45秒之内同时达到先思考再去看5个选项这个流程这样子。好。简单来说就很像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数学里面，好，在数学里面，如果今天它有个数列，那这个数列呢，它问你说第6项是什么？我想你最直观的方法一定是从第1项、第2项它给你的，然后一直慢慢推到第6项，对不对？就会直接把2、3、4、5、6全部写出来，这样子，好，就推到第6项。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在1分45秒之内或2分钟之内能够完整的做完的，好，因为它的考试的平均时间数学是2分钟，OK，好，那如果他今天问你的事情问第2533项是多少的话，你肯定就不会一直推到2533项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你这样做2分钟之内是肯定做不完的，对吧？OK，好，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如果想到3到4个以上的话，那个肯定是我们有问题，因为今天考试的时候，好，一题1分45秒之内是很难去想到7到8个。好，如果你想要7到8个，你后面就没有时间读选项了。好，一般来说3到4个是之正也是最正常的这样子。OK，好，所以我们不要想太多，也不要想太少。想太少可能会让我们等下5个选项落空，我们要尽量想的完整。但是想太多会让我们没有时间，也不是绝对媒体我们想要出题的方向，所以我们就是也不要想太多。如果今天想太多的时候，请你回去重看主题，确定你自己是不是主题刚刚太模糊了。我们现在再重新具体化一下主题，或者是怎么样呢？把你刚刚想的这些因素，好，把它化约成更大方向的因素，而不要只是枝微末节的因素，这样子。OK，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这个 CR 专班上面所教过的这个行为特殊逻辑导引所导出的 critical question， 好，就是一些特殊的行为逻辑，比如说类比，好，比如说样本母体这些东西，它可以导引到的，你只要用一句话来质疑它，这样子。好，你只要能够用这句话质疑它，基本上你的断点就找得到了。好，或者是你过去对类似的题目在做总结的时候所归纳出来的常见套路。好，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以前面1、2、3为主。好，如果1、2、3不能用的话，再以4为辅。好，那5跟6就是什么？穿插进行。OK，好，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可以混用的，没有说能用1就不能用2，能用2就不能用3。如果你发现能够就是一起用的话，当然是更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培养一起用能力呢？就是什么？平常在做题目的时候，把选项遮起来，试试看一篇文章能不能用这些方法来做，OK，能不能用这几个手段来做，能够用到越多手段，能够让我们想到越多方向呢，当然是越好的。OK，好，CR 是要让自己变得聪明，不是要让自己被选项带着走这样子。好，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我们才能去看选项。OK，好，很多同学以前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他赶快去看选项，他觉得他文章读懂，他就赶快去看选项，他没有先想过，没有去之前预先分析过。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容易被选项混淆，或者是很容易看选项看到一半就会忘记原本的重点是什么，就要回来看，那浪费时间。OK，好，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CR 绝大部分的题目都是5个选项的这个篇幅加起来会比本文还要长。OK，好，你回去你随便抓一题 CR 题出来看，你就会发现5个选项的篇幅抓起来比我本文还要长，是常见，非常非常常见的。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5个选项好的里面的资讯 A 选项跟 B 选项跟 C 选项是不连贯的 ，OK，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可是文章里面的资讯是连贯的，对不对？文章里面的2、3句话是连贯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把连贯资讯先分析好，就要一头撞进那个资讯量更大而且各自不连贯的所有的就是5个选项里面，你会很容易被它混淆，你也很容易会读到心慌，你也很容易会被它带走。OK，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预先分析好，强迫自己预先分析好就去看选项的话，好，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呢？就会迷失在选项里面。OK，所以高手都是什么？把大量的时间拿来分析题目，只有少部分的时间拿来过选项，这样子。OK，好，那在过选项的时候，我们按照2轮。好，第一轮叫初步筛选，我们只会删去明显无法回应主题跟态度相反的选项。OK，好，我们会留下3种，觉得怪但不确定无关与否的选项，之后我们会保留，还有觉得很对到我的心里面的那个思路。
好，刚好打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正确答案的思路，也会先保留。注意哦，不能直接选哦。为什么？因为它可能在细节上会有错，它可能细节上跟前面的一些前提是违背的，所以我们先不能直接选，我先保留。第三种看不懂的先保留 ，OK， 好，所以我们会把这3种选项保留到第2轮。在第2轮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会做最后的筛选，这个时候我们会慢，而且我们会必定要回文定位 ，OK。我们最后筛选基本上有几个过程，第一个，我们会先确定一下文章的命题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读错命题 ，OK， 或者把命题读得太模糊了。很多时候混淆选项它其实就是在干嘛？它对到了错误的命题，只是这2个命题非常接近，会让你以为都一样。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可能文章里面只要我们减碳。但是结果呢？你会以为说，其实你会以为节能减碳是一起的，那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常常把节能跟减碳放在一起讲。所以今天文章要我们减碳，结果有个选项跟我们讲说我们可以节能，但节能不一定能减碳。如果你没有回去文章检查的话，你就很容易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把相似的却不同的命题，因为自己的背景经验而混为一谈，这样子。OK， 好，所以一定要先回去检查确切的命题。再来就是我们要检查这个选项修饰语的细节。OK， 好。跟文章里面前面所提到的前提，或者是文章里面的这个修饰语的这些细节，好，比如它可能有插入句，它可能有限定修饰 ，OK， 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文章前面有一些细节，在文章里面已经有一些细节是他已经跟你讲了，我们已经考虑过了，比如说他跟你讲说我们不考虑通膨，好，这个选项还跟你硬提说物价怎么样，好，比如他跟你文章里面已经跟你讲说，哦，今天我们只讨论什么？只讨论对某个东西的过敏，对硫酸盐的过敏。结果选项还要硬给你提说，就是讨论其他过敏源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是不是跟前提是违背的，或者是比如说今天好。文章里面已经跟你讲总成本就是上升了，我们要讨论利润会不会下降，结果还跟我讲说好那个劳动成本会下降，但这个是什么？已考量因素，我们已经把总成本考量进去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考量里面细项的劳动成本。OK， 好，来。这是第2步。如果发生这种问题的话，那肯定是必错，对不对 ？OK， 肯定是必错的。好，所以如果对到错误的命题，好，接近但错误的命题，或者是今天如果是跟已考量因素违背的话，这2个东西是绝对的错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谁是相对的错误，是这3个。OK， 好，如果我们发现绝对的错误都没有出现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是什么？比较2个选项，然后呢，看着那个命题会去思考。这2个选项谁更能一步到位的推向命题？谁要推2层，谁就要推1层。推论中间过度的推论越少越好。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中间推论的链接越多，就越有可能被别人质疑。好，因为 CR 里面并没有像数学那样完美的这个就是运算跟导出这样子，数学的 sufficiency 是100%的。但在 verbal 里面怎么样呢？在 CR 的推论里面，好。每一个推论，其实老实说，你要硬去质疑它，都可以去质疑。这样子，CR 里面并没有完美的推论。好，GMAT 的 CR 跟真正的这个真正的 CR 跟真正的逻辑其实有点稍稍不一样。真正的逻辑像是法律系，像是所谓的这个哲学系叫形式逻辑，就是还要求完美的这个正正或正伪这样子。好，但是 CR 这边要求的是非形式逻辑，就是我们只要能够更合理就好了哦，我们只要能够常理下合理就好了，这样子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说就是逻辑上的完全论证这样子。好，所以如果我们的中间的推论连接越少，我们就可以越少受到别人的质疑。好，CR 里面没有任何 CR 的推论是完美的，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推论越少的话，好，中间的断点越少，越不容易受到质疑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一步就是要去检查谁更一步到位的推向命题。OK， 好。那再来，如果你发现这2个都能一步到位推向命题的话，最后我们就在检查什么？这2个选项之间他们用的词，比如说 substantial， 比如说 some， 比如说 many， 好，这还用了它的逻辑的强度跟清晰程度。好，有些时候他可能点出了就是有相关的因素，他却只说这个因素存在，但没有说这个因素的方向是上升还是下降。好，或者是他这个因素存在，好，但没有说这个因素到底，他只说 some， 他没有说是，他只说。譬如说 many， 但这个 many 到底是多少？但如果别的选项写的是 most， 别的选项写的是明确的 substantial， 别的选项写的是明确的 increase decrease， 这个时候在逻辑上就更能够论证我们文章最后的命题这样子。好，但是要注意哦，这2个东西对不对？这2个东西是叫相对错误，意思就是。就算他写的不明确，就算他今天程度不明确，就算他今天可能要推好几层才能推到正确答案，但如果别的选项都是无关或方向相反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当正确答案的。OK， 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会说，我考试的时候看到5个选项，觉得感觉不是答案，
就遇到答案才看到平常练习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看到解答还发现他的那个正确答案写的很隐晦，就是可以推，可是要推很多层。我那时候第一轮看以为还是无关，就把它删了。OK，这就是我们的解题流程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第一轮应该是要先确定完全没有关系，才把它删掉。OK，如果有任何一点可能，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把它保留住。OK，那你说 Dustin，我这样看我还是觉得完全没有关系啊，那就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你前面没有先去自己往前走一步，好，先去把所有的那个破题点去把它推出来，好，所以当你被动的去接受讯息的时候，它只要一改写，它只要一写的模糊，你就会完全认不出来。好，请注意，当今天GMAT 退一步的时候，好，他退一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他写的模糊，他故意把逻辑往后推好几层。OK，好，那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就一定要自己往前进一步。好，对方退一步，你一定要自己往前进一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一开始先往前进一步去做预先的分析，我们才能够辨认那些写的模糊的选项。OK，好，来，那最后，如果你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话，就是我们确认一下文章的逻辑链两端谁是因谁是果。我们要思考选项所提出的新因素，选项所提出的这个他因或者是这些新的考量因素，到底是凭空的出现，还是被夹在文章的因果关系之间这样子。OK，好，比较好的会是夹在文章的因果关系之间里面所提出的新因素。好，相对来说比较不好的会是什么？会是凭空出现，跟这篇文章的因果关系没有什么关联。好，这是突然插进来这个新因素。OK，好，来，那用这样的方式检查，相信你可以，不管是对你平常做检讨的时候，去归纳错误答案，好，混淆选项，好，或者是你在考试的时候去筛选，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准则，这样子。OK，好，那整个 CR 好，因为我没有写做题时间，对不对？整个 CR 做题的时间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会希望你是在2分钟之内做完，最多不能超过2分15秒。好，也就是1.5到2分钟是正常的做题时间。好，最多不能超过2分15秒。如果快要到2分15秒的话，请你准备断尾求生。OK，好，来，所以各位，请你记得，好，没有做过 Step 1到3之前，没有完全做到 Step 1到3之前，请你不要把你遮住选项的手打开。OK，请你不要去看下面的5个选项，请你沉住气来，好好的去分析前面。OK，分析这个文章的论点。好，当你分析完整之后，我们再来看选项，就会发现 CR 其实一点都不难，它就是 common sense。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 CR 的标准解题流程。OK，好，那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也欢迎你来 follow Dustin 的这个好，左边这边是 Dustin 的部落格，它涵盖了我们从自修好，从初学好规划读书计划到学习考试中遇到困难怎么检讨，怎么理解更多好，怎么样理解 CSC 就是3个科目来考的观念好。然后一直到考后的这个诊断，一直到考后这个自我调整，这边都有放 OK。然后右边这边则是，如果今天好就是不方便访问这个 Brock， 好，比如说在墙外，就是在墙内的同学，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同学的话，好，我在墙内也有一个这个资讯分享平台，各位可以在上面就是看到我最新的这个分享这样子。OK，好，那我们下次就要来讨论 RC 咯，就要来跟大家讲 RC 的标准解题流程咯。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